封神榜究竟有多恐怖？为何三界众生非常抵触封神呢？就连纣王都被封了神，为何姜子牙唯独没封自己呢？难道所谓的封神真的是天庭卖苦力的炮灰吗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封神一共有2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就是传说女娲娘娘所制。有一次商纣王在女娲庙上香时，被女娲娘娘美色所吸引，便写了一首诗亵渎神明。女娲娘娘看到后非常的生气，就派出了3只妖精迷惑纣王，加速商朝的覆灭。为了安抚在武王伐纣这场战争中死去的英雄和仙家，女娲娘娘便制定了封神榜。第2个版本就是昊天成为3界主宰之后，但没有人帮助他管理，天庭的职位出现了大量的空缺，于是他找到了红军老祖。红军老祖为天庭找一些人手，就把他的3大弟子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叫来商议，并告诉他们殷商气数已尽，不久后会发生一场商周大战，在这场战争中会死去不少的妖魔神仙，他们正好可以凑齐天庭所需要的365位正神。于是将封神的任务就交给了元始天尊的弟子姜子牙。要是说能被封神应该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奇怪的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被封神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。第一，死后才能封神，被封神者必须先死亡，灵魂进入封神榜之后才能成为神仙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失去肉身，一旦失去肉身就无法继续修炼和提升修为。第二，地位较低，封神后的神仙地位较低，受制于封神榜，只能依靠人间的香火来维持生命。第三，自由有限，被封神者在天庭任职，需要遵守天庭的规章制度，每天需要请示汇报，完成本职工作。这就意味着一旦你封神，就是从一个自由创业者变成了打工仔呀，失去了原本的自由与逍遥自在的生活。在天庭有编制虽好，但是一旦犯了错，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天庭当卷帘大将的沙僧，仅仅是在天庭打碎了琉璃盏，就被玉帝罚下凡间，成了一个吃人的怪物。所以众人对成为神是有抵触的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文仲文太师是365位正神的一位，有人盛赞他文能安国，武能定邦。虽然他修行仅仅50载，可他的道行丝毫不输在元始天尊门下修炼多年的12金仙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在被姜子牙封神的时候，却是拒绝跪拜受封。不仅如此，还率领了24位正神闯入封神台。可当姜子牙拿出大神鞭的时候，他又不得不屈服，因为他现已身死，只能成神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而封神榜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，每一个入榜的人必须经历生死，才能拥有神格进入封神榜。而且这只是第一步，在破万仙阵的时候，单单截教就死了上万名的弟子。可进入封神榜的又有几人呢？许多人没有封神就白死了。本以为这些都已经够恐怖了，没想到更恐怖的是，看完封神榜以后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主持封神大典的姜子牙在一共封了365位正神之后，唯独没有给自己封神。封神榜究竟有多恐怖？为何3界众生非常抵触封神？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纣王昏庸无道，死后却被封为了天喜星君之职。申公豹狼心狗肺，屡次要置姜子牙于死地，最后却被封了分水将军。这些恶人都被封了神，为什么姜子牙唯独自己没有封呢？前面说到，想要进入封神榜，首先要经历死劫。只有人死之后，灵魂才能拥有神格，有了神格才能被封为神。而纣王和申公豹之所以能被封神，除了他们死之外呢，还有一点，当初封神的条件写道：根行深重，成其仙道；根行稍次，成其神道；根行浅薄，成其人道。而申公豹修行1000年，根行不差，所以能成为神。而纣王曾经是国君，命格也是极好的，尽管被灭了国，但他也有资格成神。而姜子牙呢，被封神之时，我们都知道他的师父就知道他福缘浅薄，无法成神。我姜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荣华，为了自己的神位下山的？师父，弟子姜尚奉命封神已毕，大神鞭物归原主，承还师父。姜尚，人间沧桑，任重而道远，大神鞭还留在你手中，你虽没有神位，
却可管辖诸神。只要你姜太公在，就百无禁忌了。所以姜子牙没有被封为神，但他只要大神鞭在他那里，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即使这些被受封的人上了天庭，可还是要受制于天庭管辖的，自身的修炼也会被受到限制。姜子牙虽然没有成为神，但他却可以管辖众神，也是一种美差嘛。这一切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。有的人成神，有的人入魔，有的人是灰飞烟灭。那么封神榜真实目的真的是为了填补天庭空缺的365位正神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即使女娲娘娘、红军老祖、元始天尊，甚至是主宰3界的昊天，他们的行为都会受到天数的管辖，因为还有超越神的存在，即天理。封神榜其实就是上天降临的一种启示，它既能创造神，又能毁灭神，既让人感到神的福泽，又能让众人不敢违背天理。它对所有人其实都是公平的。那么在封神榜的描绘之下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神仙能人呢？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，或者对神仙体系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封神2马上就上映了，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更好的理解封神体系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